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。这一期呢，我就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永诺50-1.8的2代这个镜头怎么样。这个镜头是我在上个月末买的，到现在已经体验了差不多1个月了。然后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这1个多月来的使用体验吧。我使用的相机呢是佳能的77D，这台相机是 APS-C 画幅的，这枚50毫米焦段的镜头放在这个相机上的话，等效是50×1.6等于80毫米。如果使用 APS-C 相机的朋友想使用50毫米的焦段的话，可以选择35F2。当然35F2这个镜头卖528块钱，1.4要卖到2000多块钱了。对于我这个学生党来说，价格还是偏高了一些。这个镜头的出现呢，据说是因为佳能的小痰盂专利过期了，但是佳能的小痰盂在官网上要卖800多，在京东上也要卖699，比这枚镜头贵了要将近1半。这是一枚自动对焦的镜头，我个人认为对焦的速度还是不错。不过自动对焦时的声音还是挺大的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在普通光下的成片表现也还可以。当然，如果你不逆光拍摄，如果你的衣服的颜色和背景的颜色差别不是那么大，如果你不使用大光圈的话，如果你在某种角度下逆光拍摄的话，它的眩光还是挺厉害的。紫边有的时候也不少，我发现如果使用大光圈，颜色差异非常厉害的两种物体，紫边就会非常严重。并且紫边只出现在颜色比较浅的物体上。有人说把光圈调到 2.0 紫边就没了，但是刚才大家也看见了，调到 2.0 时紫边依旧存在。这组照片我一共拍到了到 f2.12 的小光圈，因为这个镜头的最小光圈就是 f2.12，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。顺带提一下，如果把它调到无限大的话，那即便是拍星星的时候，它也是虚焦的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把焦距放在 4.5 这个地方。这是慢速快门下的夜景紫边情况。在 f2 时大家还可以看见紫边，但是到了 f2.8 紫边就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失了。这里是有人像追踪的自动对焦速度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像就是用这枚永诺的镜头拍的，把光圈调到了最大 1.8， 开启了手动模式。大家觉得效果如何？现在我把局部细节放大一下，大家觉得效果如何？现在我套上了一个浅色的外套，大家觉得效果如何？其实这里在细节处还是有一些小瑕疵的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没有人像追踪的自动对焦速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总结一下，这枚镜头不能够说是一枚非常出色的镜头，但是这却是一枚具有非常高性价比的镜头。对于新手来说，这枚镜头完全可以作为我们拍摄生涯当中的第一枚镜头，但是即便是作为新手，它也不能够当我们的唯一一枚镜头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拍出非常漂亮的小姐姐来，但是它却不能够满足我们在其他拍摄环境下的需求。相信点开这个视频的朋友，大部分都是摄影上的新手。374元这枚镜头其实非常值得购入。不过，如果要是把这枚镜头当做生产力工具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好了，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别忘了关注我，也别忘了给我的视频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关注。拜拜。